这是堪称本剧最揪心的一幕。即使基石准已经遍体鳞伤，但还是被 TLT 当作实验对象来破解他是如何获得奈克瑟斯的力量的。这虽然是复刻了戴拿奥特曼中飞鸟被抓来抽取体内的光芒来激活人造戴拿的一幕，但在本集中则赋予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上一集中，基石准用自己接近极限的身体再次变身，并将格鲁格莱姆封锁在梅塔领域之中，但自己也因身体的高负荷而倒下，这也致使梅塔领域出现了裂缝。窥探到外部世界的格鲁格莱姆则对着裂隙冲击着领域的限制。此时夜袭队也终于意识到，正是奥特曼用自己的身体在维持着领域的存在，于是夜袭队必须赶在领域消失之前消灭异生兽。然而即使是正面的强力一击，也只能短暂打出格鲁格莱姆的僵直，依然无法阻挡住他冲击梅塔领域的结界。在这关键时刻，奈克瑟斯再次展现了顽强的意志，一发光鞭直接将格鲁格莱姆远远甩飞，艰难起身的这一幕何其悲壮。随后，奈克瑟斯直接释放层叠风暴，给予格鲁格莱姆最终一击。随着光线的持续输出，格鲁格莱姆终于被彻底消灭了。这也算是夜袭队和奈克瑟斯真正并肩作战的一致，共同守护了身后的万家灯火。但万万没想到，就当基石准拖着精疲力竭的身躯准备离开之时，一群 TLT 的实验人员突然来到了基石准的身边，在松永的授意下，强行将基石准带离了此地。与此同时，根来拿着堡垒草拍摄的照片，终于找到了一家愿意刊登的体育报社。不得不说，干体育的就是勇啊！然而当第二天初刊的时候，虽然这个新闻登报了，但根来发现其余的报纸都报道了类似的骇人新闻，他一眼就看穿了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真相就这样被掩盖和稀释了。更无奈的是，根来也终于被记忆警察盯上了。相比较世界性的 TLT 组织，一个普通人又如何能对抗呢？眼看着就要被清除记忆，根来急中生智，一把推开了两人，快速逃走。记忆警察立马上前追赶，在辗转之下，根来寻得机会将电话打给了同事佐久田。佐久田也通过报刊已经得知了根来报道的新闻，双方也约定晚上8点在公园相见，毕竟这还关乎到基石准的事情。可这时的基石准已经躺在了 TLT 基地的实验室中，松永的目的很明确。我々が知りたいのは彼の力の秘密です。彼がいつどのようにあの力を得たのか。虽然他是想以此来提升夜袭队的战力，但这种做法并不会得到大家的认同。松永的一意孤行也为后续埋下了祸根，在电流的刺激之下，看到的只是基石准不断战斗的经历，虽然还窥探到了遗迹的存在，但还是被那些痛苦的回忆所覆盖。塞拉的死一直是基石准内心挥之不去的伤痛。与此同时，夜袭队也终于确认了梅塔领域就是奈克瑟斯身体的一部分。そうだ、ウルトラマンは、いや、姫や純はまさに自らの体で我々の世界を守っていたんだ。在这一刻，整个夜袭队包括西条子也终于从内心将基石准视作了真正的英雄，但是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为何拼尽全力仍要守护这个世界。与之相反的，眼看通过电流刺激大脑的方法并不能得到相关有用的讯息，于是想通过异生兽震动波照射再次进行实验，这对于人体来说可以说危害极大。这时预知者出现在了实验室中。どうして抵抗しないの？もうそんな力ない。俺も知りたいのかもしれない。俺の力の意味を。そんなにボロボロになってもね、なぜ戦わない？死んで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よ。覚悟はできている。だが、まだ死ぬわけにはいかない。俺が探し求めている答えを見つけるまでは。在预知者离开之后，便开始了异生兽震动波照射实验。可随着照射强度的不断增大，基石准的身体也逐渐承受不住。随着照射强度值到达5000之后，基石准的身体再也承受不住，心跳也在此刻停止了跳动。基石准还是倒在了手术台上。本集在此刻迎来了结束。当然了，基石准在下一集中肯定会复活。结合本集的标题受难，完全体现了基石准孤胆英雄的遭遇。不仅是在战斗中用自己的身躯作为人类的盾牌，防止异生兽入侵和平世界，而且在实验室中遭受非人般的电击，
和一生受震动波的摧残，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然而他并没有反抗，因为他也想知道获得这份力量的意义，这让他的受难充满了哲学意味。人究竟为了什么而背负宿命，在苦难中前行？这个真正的答案也会在最终的战斗中得到领悟。与基石准的个人苦难并行的，则是一条极其现实的社会线。根来试图揭露世界的真相，但却被一些荒诞的猎奇新闻埋没。这也体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普通人并不能左右事实的真相。人们的知情权和社会秩序的维护显然是很难共存的。但在这一片灰暗的寓意中，夜袭队的理解为本集带来了一丝暖意。孤门也渴望为他做些什么。这颗纽带和羁绊的种子，正是对抗全片压抑氛围的希望之光。下一集我们精彩继续。